那个小矮个子，他坑你的，你知道吧？你帮他提炼那些油，卖到城里去，能赚多少钱？你知道吗？哼，他就欺负你这傻子呢。以后啊，咱们爷俩合作，那肥水还不流外人田呢。这样，回头再说。你呀，赶紧把那3万块钱给我，那债主还催着呢。我没钱。他妈的没钱！你他妈就会说这么一句话是吧？你别逼老子翻脸啊！没钱，真没钱。你真不给啊？行，你臭傻子，你翅膀硬了是吧？好，你等着，明天老子就到派出所去报案。我他妈就还不信治不了你了。我跟你妈那可是合法夫妻啊，是领了证的。就这房子、这院子，你妈呀，那可都是给了我了。我呀是看你可怜，好心好意收养你。你别不是识抬举啊！你等着，你等警察要就把你一逮进去，老子呀就把这房子、这院子我都他妈卖了，这堆破烂我都卖了，我让你永远别出来，你就死里边吧你！我他妈都卖了。没钱，没钱，是不进小黑屋。不进小黑屋，小黑屋。什么小黑屋？小黑屋。谢文乐，我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顾虑，既然坐在这里，不进小黑屋，不进小黑屋，不进小黑屋。我进小黑屋，小黑屋！师傅，送我精神鉴定，胳膊应该没事。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装的？蒙咱不难，你蒙专业的精神科大夫不容易吧？如果他的父母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精神病患者，遗传也是有可能的。要是真的，那他父母的婚姻不合法呀。他父亲捡一个所谓的傻女人来结婚生子，本来就是违法。要我说，这受害人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要不然他儿子能不认他吗？哎呀，这傻孩子也挺可怜的，但怎么说杀人也是违法呀。这事儿闹不。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建国死了，我没想到。哎呦，什么动静都没听到。真没听到，当时没听到。对，就在那边。要不我能不报警吗？我真是没听到，干活呢。师傅，我其实一直有疑问。像陈大宁这样的人，口碑差，和亲属的关系也差，想抛尸的话，杀了他，埋山里，埋自己家院子里，没准多少年都没人发现。可像他这样大卸八块，不躲避监控就往高速上扔，一下就成重案了，这不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这里面没法解释的东西太多了。但要是他真有精神上的疾病的话，那倒是能解释得通了。谢谢。团队，根据村民跟村干部反馈，基本证实死者陈大宁酗酒滥赌，谢安国死后开始骚扰谢文乐生母，谢安国留下来的积蓄也全部被其骗走，挥霍一空。谢文乐生母去世之后呢，又开始时不时的去骚扰谢文乐，其目的呢也是为了钱。有人还听说他之前酒后吹牛，说什么找到了生财的路子，还有办法把谢安国家里的那块地给弄到手。那谢文乐父母的情况了解吗？村里人只知道是谢汉国出去卖油的时候捡回来的，但他的精神确实有些问题，不爱说话，有时候疯疯癫癫的。谢汉国可能是怕他跑了，早年呢家里有一间房子专门是关他的，后面等谢文乐出生之后，就把他给放出来了。另外，听说谢文乐小时候经常被谢汉国殴打虐待，他们家之前有一间屋子，早些年呢是关谢文乐生母的，后面是关谢文乐的，原因还是因为谢汉国嫌谢文乐傻。老队，老队，找到了。就这屋吗？是，狗都闻见了，肯定有人体组织。这就是谢文乐说的那个小别屋。对，保安现场，等技术科的人来。是。走。小邓，让他们拉警戒线。是。我怀疑嫌疑人抛完尸体之后就立马离开了。小龙，你过来。怎么了？你过来闻闻有什么味道吗？尿。也不一定是人的吧，说不定是动物的。蚂蚁特别喜欢吃甜食，所以它对糖特别的敏感。自然界中，动物也不是没有得糖尿病的，但是概率极其小。要这么说的话，这滩尿液应该是一个患糖尿病的人留下的。但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还能采到 DNA 吗？我们多采集点样本，即便提取不到 DNA，至少可以多一个抓手。这个人熟悉吗？有点眼熟，但是不记得在哪儿见过。经理，办公室钥匙拿。这样吧，我留个联系方式，有什么想起的随时联系我们。哦，小曼，你们认识啊？通过对花都会所走访，我们对死者进行了模拟画像，核实了死者的真实身份。泗水河浮尸案的死者身份已经查明，死者詹秋曼，女，20岁，闽城人，2年前来到云溪市，一直在花都会所从事服务工作，其身份已经有领班庞向兰证实。这个詹秋曼也是庞向兰从家乡带出来的。还有河滩发现的尿液中检测出男性 DNA， 与死者指甲里残留的皮屑 DNA 为同一人。此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其他信息目前不详。詹秋曼名下一共有3张银行卡，卡内现金共计42万，案发到现在1分钱也没有动。庞向兰是吧？公安局的。你好，我是。你好，先坐吧。我们今天来找你啊，是为了小曼的事，对吧？真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没就没了。
你上一次见詹秋曼是什么时候？10几天前吧，我记得。他不是你带出来的吗？又在你那儿工作，这么长时间不见人，不觉得奇怪吗？警官，我手底下有40、50个小妹，就算有些亲近些，也不是会每天都见面的。而且小曼她这人就这样，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想理你的时候连个电话都不会打，我早就习惯了。那你说说她的情况吧。小曼她爸妈身体都不好，底下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弟弟，一家人就指着她妈妈的低保，有上顿没下顿的。小曼原先成绩挺好的，但为了给她爸妈看病，更为了给她弟弟出学费，攒日后盖房子娶媳妇儿的钱，所以小曼初中毕了业就去电子厂打工了。后来辗转找到我，说是想跟着我多赚点钱。我想着既然是同乡，他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不光是小曼，我手底下这些小妹，哪个不是一个人扛起一个家？要不是真的难到那个地步，谁愿意做那些陪酒卖唱、让人瞧不起的事儿？小曼年轻，长了水灵，又会来事儿，喜欢她的客人不少。不过警官您放心，我们花都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不合法的营生。詹秋曼的住所你知道吗？我在附近租了几套大房子当宿舍，小曼的宿舍有床位，但听同屋的小妹讲，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宿舍过夜，好像是在那个什么百元南村那边自己租了套房子。那她有男朋友吗？不知道。和她走得近的客人呢？不清楚。不清楚是吧？那你觉得詹秋曼有没有可能出台吗？那就更不知道了。不过云溪是能源城市，有钱的老板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出手又大方。小妹们哪个跟客人有了真感情，想长期相处下去，也不是不可能。我能保证他们在会所里守规矩，但工作时间以外，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既不想管，也管不了。雷叔啊，你这咋样了？有啥进展没？这就是从那个，犯罪现场最近的那个监控拍到的。当晚路过这个路口的，一共有4辆符合条件的越野车，只有这辆车回来了。你看，我就说有鬼吧。不能这么武断啊！我一会儿联系交警队，把那3个有牌子的车辆排除一下。如果真是这辆车没牌，监控又是黑白的，那就难办了。喂，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什么情况？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去医院啊！千万别着急，路上小心点儿。哎，没事吧，雷叔？我们家那小宝贝儿可能吃着耗子药了。哦，那得赶紧去医院，应该没啥事。对，没什么事儿，应该。说让你选地方，你就选在这儿啊？这儿的票应该挺难买的吧？还好，朋友送的。我记得这片好像以前也是公园吧？哎，那个摩天轮，以前好像就有吧？
小时候还挺想做的。要不现在去吧，排队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我小时候来过这里。这跟小时候的变化大吗？虽然变化挺大的，但不会影响我对他的感觉。走吧。谢谢。给我吧。这么多年，你还是喜欢用票卡当书夹？留作纪念。我们做哪一个呀？这个吗？这个。云溪这些年变化挺大的，有些地方乍一看都有些认不出来了。人确实也是会变的。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来游乐场的，怎么想到突然又来这儿了？这哪有摩天轮啊？就在前面呀，你看不见吗？哪儿？我都能看得见，你看不见？你下次能陪我去游乐园坐一次摩天轮吗？最讨厌游乐园了。为什么？腻了。小时候我们家阿姨老带我去那儿。就一次。多没意思啊！喝点水吧。不敢喝啊。你心里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吧？这里没有其他人，更不会有人听到。你想说什么，就说吧。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爸这种情况，记忆障碍和认知障碍啊，这些都比以前要严重了，再加上幻觉、攻击行为、精神障碍这些症状，
说明他的病程啊发展了。这样，先做几项常规，然后尽快安排做 MRI 检查一下脑部。不是这种情况，需要住院吗？这得等实验室的结果出来才能诊断。我感觉啊，还没有到入院治疗的程度。首先，你看，他的自理能力是有的。第二，攻击性行为偶尔发生，但是不持续。第三个呢，皮质受损，神经系统症状，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啊，入院不是很有必要啊。再说了，我们医院科室呢，床位紧张，一般还是鼓励居家。居家的话呢，毕竟家庭环境更稳定，也更愉快。家人的照顾和安抚是医院提供不了的。啊，师傅，这案子可以结了吧？庞新华杀人证据确凿，他的死也没什么疑点。听街坊邻居讲，类似的事件，这个小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不光是这个小院，别的小区也发生过。我给社区打电话，他们说害怕小孩子误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投放耗子药了。哎，那你说这鼠药哪儿来的？啊，如果说一次两次，那也许是有些人家买了这个老鼠药不小心，可是这么多次啊，那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的呀？我知道，你还想去更远的地方。我们接到报警说这家死了2个人，其中一个是孕妇，我们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另外那个男的还有口气，送到医院去抢救了。报警的是他们家保姆。行，你先去忙吧。好。江允珍，对，说下事情经过吧。是这样。我早上买了菜就过来，发现廖先生和宋小姐都没起呢。平常宋小姐起得晚，可是廖先生他平时是晨练的。让我看鞋还有包都在，应该也没出去。我就先在外屋干活吧。可我活都快干完了，他们还没起，我就觉着不放心。去敲门，没有反应，没动静，我就推门进去，看俩人都不太对，进去一试，都没气儿了，我就赶紧报警了。你平时都是这个时间过来的吗？不
不是，我是住家保姆，我平时是住在这儿的。昨天宋小姐说过生日，她要和廖先生过2人世界，给我放假，我就回家了。那你昨天大概几点离开的？7点，我是做好了晚饭才走的。屋里东西动过吗？没有，他们卧室我很少进去的。那你今天来的时候，屋里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你觉得他们夫妻关系怎么样？他们不是夫妻，廖先生还没离婚呢。我是廖光勇家属。您是廖光勇的家属？对对对，我是廖太太。我们是福泉路派出所的，您先生在里面抢救。啊，他怎么了？一会儿等医生出来跟你说一下吧。廖光勇家属来了吗？啊，在呢。怎么样了，医生？病情暂时稳定了，但情况不是很好，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先去办住院吧，一会儿就转回去了啊。您刚才说，您是福泉路派出所的。我先生到底怎么了？中毒了。宋莹呢？死了。现在这些人的电脑都不设密码。我们家电脑就没密码。遗书。以你的了解，宋一像是会自杀的人吗？这个我说不好。那他们之间有矛盾吗？矛盾就是宋小姐怀了廖先生的孩子，可廖先生一直都不离婚，他催着她离婚娶她，就这事儿。警察同志，您看我知道的我都跟您说了，没有其他的事儿，我要回家了。哎，苗姐。哦，我知道了。是廖先生太太。廖光勇的太太你也认识啊？我以前其实一直在他们家做阿姨，就这2年才来这边的。受害人廖光勇，男，61岁，本市知名连锁企业永光超市的法人代表。死者宋莹，女，30岁，本地人。研究生毕业后曾当过一段时间廖光勇的秘书，之后辞职，搬进了福泉小区11号楼。这个是技术科在现场宋莹电脑中发现的遗书。遗书中提到，宋莹长期因廖光勇不肯与其结婚而感到不满，加之孕期情绪波动，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于是他事先准备好毒药，于生日当晚毒死廖光勇后自杀。这份遗书能确认是宋莹本人写的吗？目前还不能确认。不过这个遗书确实是在他自己的电脑里发现的，但是因为他电脑没有密码，不确定是不是其他动过他电脑人的所为。在死者的体内确实检测出了毒物，在床头柜的茶杯、保温杯里都有该毒剂。现在推测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夜的12点左右。福泉小区的监控应该说是比较完善的，楼门口、电梯里都有。目前看跟报案人的描述是相符的。从户型上看，11号楼这一层只有受害人一家人。保姆是昨天晚上7点钟坐电梯离开，再次出现是今天早上8点。
由于这一层的楼道没有监控，所以不能排除是不是有人通过同样没有监控的消防楼梯进入到这一层。入户门完好，现场没有发现侵入打斗的痕迹，室内也只检测到了廖光勇、宋莹和保姆3个人的指纹，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2名受害人的证件、钱包还有手机都在室内，主卧还发现了一个保险柜，也没有撬动的痕迹。那廖光勇现在什么情况？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威胁，够呛能醒。他们要不干点什么，那就太不正常了。有监控。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一早就知道。哦，红酒饮料，还有今天晚上的那碗汤，多么好的食材，加这些化学垃圾进去，浪费。你是卧底啊？我说我不是，你信吗？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信吗？你没理由不相信。你给我加的这些东西，我不是没碰过，我只是没想到，赚钱的方式有这么多种。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你信不信？照我想，现在就可以抓你。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帮了你。不会的。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就是知道禁毒局的邻居是我舅舅，想在湾南干这事儿，能帮到你的人也只有我。需要我的帮助吗？公安管缉毒的这个局长还真的姓林，但具体是什么关系我就不知道。去查一下。哎，马上。你的提议我会考虑考虑的，到时候我再通知你。雨墨，无论你是谁，我都不会介意的。
你的陈雨墨早就死了。饵放出去了，报会肯定也收到了。明白。谁啊？你怎么来了？你家我不能来啊。没回宿舍啊？我没回宿舍让你担心了？喝酒去了？可不嘛，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在哪儿。我看是哪里有韩昭你就出现在哪儿吧。哎呀，来吃早餐啊。昨晚去哪儿鬼混了 ？KTV。小昭在 KTV 唱歌，唱睡着了，我怎么喊都喊不醒，我就寻思在那睡得了。在那儿睡得了？你不是故意把韩昭给灌醉的吧？你瞎说！啥呢？我虽然能对天发誓，我绝对不可能趁人之危，何况还是小昭昭。说吧，你来到底干嘛？我来就是想你了，然后洗漱一下，给你带个早餐，吃完一起上班。油条，我吃过了。你还有15分钟。半个小时。14分钟。OK。不过他早就离婚了。怎么？他又惹出什么破事儿了？什么时候离的婚？5、6年了吧。理由呢？过不下去了。说说车祸的事儿吧。孩子没了，他天天到处折腾，班也不上了，家也不要了，老人也不管了，天天跟魔怔一样。要不是我当时拦着他，他连那笔赔偿金他都不要了，非要什么说法真相，狗屁的真相。赵举新有点偏执是吗？他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出车祸以后就更……反正我是劝不动他。本来原先打算是再要个孩子的，可是谁知道他的身子不行了，怀不上了。